谁能想到就在眼前的车厢内，竟然承载着一辆陆地越野王者呢？这是一台1979年日本生产的丰田陆地巡洋舰，是早期柴油款的 BG40，看着和吉普车没什么两样，但是价格却高得离谱，竟然售价高达2万英镑，甚至都比上一个修复好的老款劳斯莱斯还要贵。虽然看着车子保存得非常好，但是也逃不过岁月的侵蚀，到处都能看到被腐蚀的痕迹。不过就算这样价格高的离谱的车子，麦克也认为其中的利润空间还是很可观的，因为这台车有着优秀的历史，在1980年它的全球销售量已突破了100万辆，毫无疑问它有着很好的市场。据说起初这台陆地巡洋舰的灵感来源于吉普车，作为军用车辆是很受欢迎的，但想让这台车进入民用市场和当时的路虎去竞争，他们也做了很大的改变，用更少的钱将其改装成了4轮驱动。这一个精明的举动在当时引起了轰动，让其在美洲和澳大利亚的沙漠中被称为非洲的布什出租车。可在英国这台车还是很少见的，所以麦克通过朋友在日本买到了这辆车。行驶在颠簸的道路上，车子的性能还是如此的好，不管什么路况都可以完全驾驭，甚至据说这台车子还登陆过富士山的山顶，这也能看得出来这款车子在当年是非常优秀的。经过了2人一番试驾后，猫王就将车子开到了工位上，他首要的工作就是先检修一下眼前的绞盘，这是当时工厂配备了罕见的绞盘，它的动力不是用电的，而是从发动机获取的，是由 PTO 轴或者动力传输轴进行传输的，通过移动高低选择器断开驱动器与车辆本身的连接，使得动力传输到绞盘的本身。当它抬起离合时，绞盘就应该开始转动了。可让猫王没有想到的是，连接绞盘的 PTO 轴竟然一点反应都没有，这让猫王有些头大。在他的预估下，有可能要更换整个绞盘了。猫王先将车子升了起来，决定进一步检查一下绞盘的问题所在。现在的绞盘系统通常都是电动甚至是液压驱动的，像这样老式的绞盘系统是不多见了，它是由一个动力输出箱利用 PTO 轴来驱动的，所以遇到这样的问题，首先就要先检查一下手动移动控制杆。在猫王的一番检查后，果然发现了问题所在，其中的一根电缆断了，另一半的一段应该还在里面。当猫王将其拆解下来后，发现上面的定位衬套磨损得很严重，像这样的问题，这个套件是必须要更换的。所以猫王叫来了麦克去购买所需的零件，而自己就开始处理车子锈蚀的问题。相对来说，车棚部分的锈蚀是最严重的，像 BJ40 的车顶其实是玻璃钢材料做的，只有周围的外沿部分是金属制成的。但现在不幸的是没有办法买到替换的零件，只能猫王自己想办法来制作一套新的。这个对于猫王来说其实很简单的，他先用牛皮纸模拟出了金属板的形状，然后利用牛皮纸在新的金属板上复刻下来，经过切割机的剪切后，就得到了完全相同角度的金属板，再将其焊接好，就可以把金属板重新安装到车棚上。根据这样的方法，就可以将车棚部分修复好。可这时麦克将购买的零件也拿了回来，但没有找到相应的黄铜衬套，这样就得猫王自己动手制作了。幸亏猫王是个多面手，要不就这一个小零件就得让修复项目搁浅了。猫王利用现有的工具，仅只用了半个多小时的时间，就将新的衬套制作好了，几乎比原版的还要好。将其安装到原来的支架里也很是完美。可在猫王将其安装好后，又发现了严重的问题，车上的 FD 按钮竟然失灵了。要知道，这可是控制4驱和2驱的开关，如果它失灵的话，那么越野王者的称号将不复存在。猫王再次将车子升了起来，先从转动箱开始逐步检查问题所在。当他检查到附近的软管时，发现其中的一根软管出现了裂痕，这样就会处于一个运行不佳的状态。猫王认为这有可能就是出现问题的地方了，所以他就将其拆解了下来，并找到了一根新的软管，将2个旧的软管都换成了新的。当猫王再次启动车子时，后面的轮胎开始正常的转动。当他将 FD 拉出来以后，车子的前驱也开始转动，这就证明车子的4驱系统被猫王修复了。接下来就是车子的最后一步，喷漆了。他们不仅把车顶重新翻新了一下，还给整个车身都重新喷涂了闪亮的黄色油漆，并且为其更换了4条全新的越野轮胎。此时的车子再也没有当初破旧的影子。而这次的修复项目也花费了麦克不少的马内，买车加修复竟然高达22790英镑。虽然这次的费用相比之前要高了很多，但麦克还是觉得能有一个好的利润空间，因此他们将修复好的车子带到了附近的雪山上。只有能在这样残酷的道路通行，才是给这台车子最好的宣传，并且还邀请了拥有30多年越野驾驶经验的老司机，要和他的牧马人比一比车子的性能。在专业人士的带领下，起初车子行驶的过程中非常的好，完全能跟上牧马人的脚步。但在行驶到一小片的泥炭沼泽时，由于麦克的操作不当，将车子陷了进去，让旁边的猫王都笑出了动物的声音。可此时的麦克并没有慌张，只见他们拿出了一个像是离地工具一样的东西，这被他们称作陆地锚。只要将其扣在地上，然后将绞盘的绳索挂在上面，经过绞盘的力量就可以轻松地将车子脱困。这也侧面证明了在越野中绞盘的重要性，因此他们也将这次的越野经历发布到了网站上，并以27500英镑的价格标注销售。没想到很快就有了购买的客户，而且购买车子的还是一个大美女。难道美女都非常喜欢4×4风格的车子吗？在2人你来我往的讨价还价后，最终这个美女以26000英镑的价格成功拿下。那么现在问题来了，像这样一辆40年来的老车，以26000英镑的价格售出，你感觉这个美女买亏了还是赚了？说出您心中的看法。